家好，我是不二酱。今天我们继续来打脸营销号口中的三国真相。在上期结尾，我表示这期要说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估计很多朋友也猜到是谁了，那就是曹操。关于这哥们的所谓真相，那真是满天飞啊！我一时都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打脸。先说一个比较有名的说法，曹操喜欢人妻，还经常抢别人的老婆，这是真的吗？扯淡！其实啊，曹操可考证的妻妾有16个，这里边确实有3个嫁过人的，分别是杜夫人、尹夫人、张绣的婶婶。问题是，嫁过人的就算人妻吗？必须得处于婚姻状态才能叫人妻啊！曹操娶的那3位，尹夫人和张绣的婶婶都是丧偶的寡妇。至于杜夫人，人家早就离婚了好吗？汉朝那时候，大家对改嫁这种事儿看的是很开的，曹操尤其是开明，他经常对自己的老婆们说，等我死了以后，你们就都改嫁吧。在这种风气下，曹操娶了2个寡妇，1个离过婚的，这不是很正常吗？跟喜欢人妻没关系，更没有抢别人的老婆。其实有明确记载喜欢人妻的是吕布，《英雄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吕布被抓后跟曹操说，我平时对部下很好，关键时刻这帮孙子却背叛我。曹操说，你这个人背着妻子喜欢部下们的老婆，这能叫对部下好吗？吕布听了以后无言以对。哎呦，这怎么感觉有点像日本某类电影里常见的剧情呢？所以说啊，曹操喜欢人妻纯粹就是扯淡，当梗玩玩可以，但别觉得是真事。可能会有人觉得啊，你这期是不是要为曹操洗白啊？当然不是啦，我只负责打脸所谓的真相，不管他们是黑曹操的还是洗曹操的。下面我们就来打脸一个很有名的洗白曹操的言论，那就是曹操这个人那简直太冤了，明明爱民如子，还是汉朝的大忠臣，结果就因为罗贯中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写了一本《三国演义》抹黑曹操，导致曹操从此变成了坏蛋。我们一定不要相信演义啊，要相信历史。历史上的曹操真的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我感觉啊，这可能要流传最广的一个所谓的三国真相。听说过这个说法的朋友，请在屏幕前扣个1。实话实说啊，我曾经也发自内心的认同上述的观点，并非常激烈的为曹操鸣不平。然而直到我自己去看史料，认识了真实的曹操，再看这个观点，我只觉得就是一句话，恶心。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些事情，你们自己来判断一下。先来说说曹操是不是真的爱民如子。公元193年，曹操攻打徐州，在彭城坑杀数万流民，尸积如山，史称泗水为之不流。接着曹操又在律、睢宁、夏丘等地屠杀了10万百姓。说一下啊，我选取的都是最保守的数据，至于更夸张的记载，我就不采信了啊。公元194年，曹操再次征讨徐州，继续对平民展开疯狂屠杀。除此之外，曹操本人还进行了4次屠城，并在官渡之战坑杀了数万援军俘虏。那么，所谓抹黑曹操的《三国演义》是如何处理曹操的这些罪行的呢？答案是，对于徐州屠杀，演义只是一笔带过的提到了曹操屠杀了百姓，具体杀了多少人数则完全没提。至于曹操的其他屠城以及官渡坑杀俘虏，那更是半个字没提，完全无视掉了。再来说说曹操是不是汉朝的大忠臣。一说起这个，很多人肯定要提曹操孤身刺杀董卓的事情。然而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恰恰是所谓抹黑曹操的《三国演义》虚构的。历史上没有这事儿。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那就是汉献帝啊，就是那坨狗屎，诸侯们都避之唯恐不及，没一个人愿意管他的死活。是曹操从李傕手里救出了跟乞丐一样的汉献帝，还给了他顿饭吃。曹操对汉献帝真是恩重如山啊！这个说法也尽他妈扯淡。首先，把汉献帝从李傕手里救出来的根本不是曹操，而是董承、杨凤、韩先这帮人。曹操是局势稳定了以后才过去的。那么为什么会有曹操救了汉献帝这种说法呢？答案是，这又是《三国演义》虚构出来的。至于汉献帝混成了乞丐，得靠曹操给口饭吃才能活下去的说法，就跟演义没关系啊，这是某些电视剧和营销号搞出来的。历史上恰恰相反，没饭吃的不是汉献帝，而是曹操。当时人家汉献帝根本就不缺吃的，因为一直有忠于他的诸侯在供养他，反而是曹操因为缺粮，只能带着1000多人饿着肚子去见汉献帝。多亏路过新郑县的时候，县长杨沛献出了一堆桑果子给曹军吃，不然曹军很可能会因为饿肚子而哗变，那曹操就危险了。
可想而知，曹操到了汉献帝那以后，肯定还得找汉献帝要饭吃啊。爱卿啊，这已经半年多没有食过肉味了。陛下，曹操已经半年多没有食过肉味了。那是不是除了曹操就没有别的人要汉献帝呢？当然也不是。首先，董承、杨凤、韩先、张扬，这都是一直护卫在汉献帝身边的。吕布、袁绍乃至袁术也都是想迎接汉献帝的。汉献帝一开始也没看上曹操，人家是点名吕布来接自己的，只是吕布离得远，又没粮食，这才只能作罢。说到底啊，无非就是其他诸侯要么离得远，要么有事走不开，汉献帝这才落到了曹操手里。所以说白了，曹操对汉献帝根本就没什么恩，人家汉献帝不欠他的。汉献帝不但不欠曹操的，还帮了曹操很多忙。比如正是靠着汉献帝的光环，曹操才得到了关中诸侯的支持，命令他们干掉了李傕。也正是拥有了汉献帝以后，郭嘉、刘烨、司马懿、陈群、王朗、华歆这群人才过来投靠了曹操。然而曹操是如何对待汉献帝的呢？很多人说曹操一开始对汉献帝很好很忠心，到了后期才开始不忠于汉朝。然而《后汉书》记载得很清楚，曹操刚把汉献帝接到手，直接就把汉献帝控制了起来。忠于汉献帝的臣子们也被曹操杀了一大批。就这，请问好在了哪里，又忠在了哪里呢？当然，我们不否认曹操年轻时候曾经忠于过汉朝，但至少从把汉献帝迎接到了自己地盘的那一刻起，曹操就已经不忠于汉朝了。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说曹操到死都没有取代汉朝，这就说明了他的忠心。这个说法也是典型的完全不看史料，一拍脑袋就胡扯。其实曹操早就开始做取代汉朝的准备了。216年曹操称魏王，217年曹操坐上了黄金装饰的车，还配了6匹马，这可是皇帝出行的标配啊。接着他又立了曹丕当了魏太子。遗憾的是，接下来曹操就开始麻烦不断了。先是汉中之战被刘备击败，接着又是被关羽击灭了曹操7个军，震慑华夏，连邺城都出现了反叛。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曹操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否则哪敢称帝呢？等曹操好不容易解决了一切问题，基本稳定了局势，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所以说，不是曹操不想取代汉朝，实在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事实胜于手面，历史上的曹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需要认真的看史料才能得出结论，不能任凭营销号和某些所谓的学者一拍脑袋就胡扯。我说这些并不是要否定曹操，只是想说，我真的很讨厌现在那些营销号和所谓的某些学者营造出来的非黑即白的风气。他们总是喜欢用脑补的方式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上名声好的人物无脑抹黑，疯狂贬低；对历史上名声不好的人物无脑洗白，疯狂吹捧。历史上人物是复杂的，尤其是曹操这样的人物，用雨果形容拿破仑的话来说，那就是他当然有污点，有疏失，甚至有罪恶，就是说他是一个人，但他在疏失中仍是庄严的，在污点中仍是卓越的，在罪恶中也还是有雄才大略的。如果那些营销号和某些所谓的学者真的想要肯定曹操，那就应该去认真的研究资料，列出曹操的功绩给大家看，而不是用脑补和意淫的方式去无脑洗白和吹捧曹操。承认曹操的罪恶和肯定曹操的能力与功绩并不冲突。我在这里就来说一些很少有人知道的曹操的功绩吧。曹操开凿过平鲁渠和泉州渠，平鲁渠是今天的天津南运河的前身，泉州渠则为天津北运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曹操还是个发明家，古代有一种名叫恰的帽子，就是曹操设计的。官渡之战中出现的霹雳车，演绎说是刘烨发明的，历史上其实是曹操发明的。曹操在建筑上也很有贡献，比如他对邺城的规划对中国建筑具有很大影响，整座都城都出现统一规划的中轴线，就是起始于曹魏邺城。邺城的设计思路甚至影响了后世唐朝的长安和日本的平城京。曹操真正值得我们铭记和肯定的地方，是他成全关羽忠义时的潇洒，是他志在千里时的豪情，是他对酒当歌时的深邃，以及他留给后世那些实打实的贡献。遗憾的是，那些天天哭着喊着要为曹操翻案的营销号和某些所谓学者，却根本懒得去了解曹操那些真正的散观点。他们只会跟祥林嫂一样，在那没完没了的痛骂《三国演义》，强调演义抹黑了曹操，鼓吹历史上的曹操爱民如子，是大汉忠臣。
我觉得吧，这是因为了解曹操那些硬核的闪光点需要读很多书，做很多研究，实在太麻烦。于是他们就走上了碰瓷名著、用历史虚无主义搞翻案这条路，这样不但简单快捷，还能更吸引眼球，更容易收智商税。于是曹操就这样沦为了营销号和某些所谓学者拿来骗钱的工具人。我想就算曹操本人也不愿意如此被人解读吧。曹操临终前曾这样说过，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愤怒大过失不当笑也。我在军中依法办事是对的，但我的小愤怒和大过错是不应该被人学习的。曹操自己都明白他是有罪恶的，也不希望后人延续他的错误。我想曹操这句话才是对营销号和所谓某些学者最好的打脸。今诸侯迟疑不进，大失天下之所望，我深感耻辱。今天下英雄为使君，允操而吾昔日已许之，岂可失信？彼各为其主，不得追赶。众将只管奋力向前，在贼兵之背后，方可回寨。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今免今年祖父，东临碣石，衣冠沧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故愿为周文王。感谢观看本视频的朋友们，花了2期，我打脸了营销号口中关于三国的一些扯淡真相。然而这些还远远不够还原真实且完整的三国历史，所以呢，我计划之后做一个完整的从头讲述三国历史的系列。如果大家感兴趣，就请关注我吧。最后就求个3连吧，大家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拜拜啦！